它是由足球引发的国家级战争，它仅仅持续了100个小时，它深刻诠释了战争真的全是政治这一真理，它就是足球战争。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点个赞，小编跪谢。从人类诞生以来，围绕着生存这一终极真理上，可谓是有着数不清的争斗，而战争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战争史，为了食物、水源、土地，乃至于信仰，人类会付出一切去获得。但是除了这些，体育项目也会成为战争爆发的理由，比如说足球。1969年第9届世界杯在墨西哥如火如荼的举行，当时的参赛国呢只有16个国家，加勒比海及中北美赛区各有1个名额。由于墨西哥是主办国，便直接拥有了1个名额，剩下的1个名额由实力差不多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争夺。足球对于美洲这些国家的重要程度可谓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作为拉丁美洲最热爱也是最受人民喜爱的体育项目，国家之间的足球比赛更是可以暂停时间，它是唯一能超越国家内外争端，使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的活动。但是美洲人民的脾气也很暴躁啊，赢一场球全国狂欢，输一场球全国沮丧，发生一场动乱都是小事儿，再严重点也可能会变成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美洲赛区的第1场比赛在洪都拉斯正式举行，也可能是为了胜利，洪都拉斯的球迷们在萨尔瓦多足球队的住所狂欢庆祝。经过队员们的数次劝阻，但是疯狂的球迷还是继续进行着狂欢，甚至一浪高过一浪，这也让萨尔瓦多的球员们没有办法得到良好的休息。6月9号，洪都拉斯的经济政治几乎全部按下了暂停键，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这场双方的第1次较量。当天萨尔瓦多是以2-0的比分不敌洪都拉斯，但是比赛刚结束，愤怒的萨尔瓦多球迷们便涌入了体育场攻击洪都拉斯球员。洪都拉斯球迷为了保护本国球员，与对方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最后在警察的驱逐下才得以平息。但是第1次比赛的结果已经隐隐有了不安的成分。鉴于世界杯的进程，两国决定第2场比赛在萨尔瓦多举行，但是这决定无非是将双方推到了战争的边缘。6月13号，洪都拉斯足球队到达了萨尔瓦多。萨尔瓦多的球迷们早已经等候多时了，虽然警方派出了大量警力来保护洪都拉斯球员，但是几乎萨尔瓦多1半的人口这时候都已经聚集在首都。面对球迷们的攻击，警方也只是象征性的驱散了一下。洪都拉斯政府在得到足球队的球员之后，立刻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警告萨尔瓦多政府，如果不能保证足球队的安全，洪都拉斯会自己采取营救行动。6月15号，在萨尔瓦多主场比赛当天，由于萨尔瓦多球迷同样的报复行动，萨尔瓦多是3-0获胜。在比赛结束后，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当晚，洪都拉斯单独宣布将2万的萨尔瓦多难民驱逐，并且封锁了泛美公路，使两国本就因移民问题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更加激化。这次冲突堪称火上浇油。6月27号，在墨西哥城举行了两国之间最重要的一场附加赛，但是由于多名主力球员受伤，洪都拉斯在加时赛中2-3不敌萨尔瓦多，萨尔瓦多获得了世界杯决赛的资格。当天由于不满洪都拉斯对当地萨尔瓦多人民的压迫，萨尔瓦多随即撕毁所有对洪都拉斯的外交条约，两国宣布断绝邦交，进入战备状态。双方的关系是急速恶化，一场大战已经拉开了帷幕。7月14号，以萨尔瓦多空军对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空军基地进行轰炸，双方空军随即开展了激烈追逐战为标志的一场足球引发的战争正式爆发，史称足球战争，又称100小时战争。7月15号，为了反映萨尔瓦多的轰炸行动，洪都拉斯对萨尔瓦多的罗班戈机场同样不甘示弱地进行了轰炸。然后为了打击该国的燃料补给，又攻击了萨尔瓦多海边的储油设施和炼油厂。当天萨尔瓦多便派出了12000余名地面武装人员进攻洪都拉斯，并且占领了若干边境城镇以及泛美公路的沿线。但是由于先前洪都拉斯的打击，萨尔瓦多的补给受到限制，该国军队在进入洪都拉斯地域不久之后便只得暂停攻势。7月16号，由于地面攻势被暂缓，萨尔瓦多空军再度奉命出击，却因机场空管中心调配不当，导致起飞接连出现事故，机场只好暂时停止运作，出击任务被迫取消。
但在空军任务中断的同时，运输问题得以及时解决。萨尔瓦多地面进攻部队在得到补给之后继续推进。鉴于萨尔瓦多的猛烈攻势，洪都拉斯紧急召集了1000多名退伍士兵组成荣誉卫队营，搭载运输机空运至前线，加入经验不足的洪都拉斯守军抵抗萨尔瓦多军队，并且命令空军10余架战机组成护航分队骚扰敌军。而荣誉卫队营也坚持到敌军占领了圣塔罗沙科潘之后才撤离。7月17号，两国空军爆发了开战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战。结果，萨国空军惨败，空军力量损失严重。同时，在地面作战中，洪都拉斯也收获颇丰，但因物资受限，无法将萨尔瓦多军队驱逐出本国国境，双方战事陷入到焦灼状态。7月18号，萨尔瓦多鉴于地空作战都受阻的情况下，决定开始在洪都拉斯境内进行小型游击作战，以截断洪都拉斯陆军的后援。而萨尔瓦多政府也紧急向邻国收购战机，以恢复空军力量。但是需要5天之后才能运抵国内。1969年7月18号晚，在美国与美洲国家组织的调停与施压下，双方只得签订停火协议。洪都拉斯军在当天晚上9点30分停止前进，于10点撤离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军也在8月5号全部撤回国境。这场由足球引发的战争终于得以收场，但是直到1980年10月30号，两国才签署合约，从法律层面结束了1969年的足球战争，将领土争端交付国际法庭审理。这场100小时的战争，基本上双方都没有赢得胜利，两边的死亡人数都接近2000人。而这场战争除了因足球引发外，经常被提及的还有最后一次活塞式战斗机交战的场景，双方都使用了2战期间美国的一系列著名战机。P-51野马式战斗机、F-4U 海盗式战斗机、T-28 Trojan 教练机以及 C-47 运输机等改装而成的轰炸机，以及配合空中作战。但萨尔瓦多空军由于装备较差，使他们再现了飞机扔手榴弹这一经典一幕。这场战争其实究其根本便是两国长久以来的外交争端问题，足球只是一根导火索罢了。由于两国的军事行动，美国组织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停摆长达12年，阻碍了中美洲区域整合的进程。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因为3场足球赛引爆了双方长久以来的外交矛盾。通过残酷的战争，两国都给中美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后遗症。两国的敌视也造成了连锁反应，致使地区经济整合化为泡影。萨尔瓦多虽然赢得了世界杯决赛资格，但在随后的比赛中成绩很不理想，最终是以倒数第1的成绩提前出线。而洪都拉斯直到今天仍然是整个中美洲一带最贫穷的国家。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